大家好，我们是大书中文，怎么今天有四个男人的声，音，而且都很油腻，还好，油腻的感觉怎么太油了？很油，四个油腻的大叔。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小鲜肉，对吧？鲜肉，抢什么抢？对，今来天自新来自西兰的，哪？新西兰。好，这个其实是老朋友了啦啊，因为建国常常跟我们聊天，那我们对建国也非常的好奇。建国是来自新西兰的朋友，哎，这个先说明一下，在台湾叫纽西兰。在台湾对，是的，听说过。那当然，我们先请我们的建国啊，因为观众还不是很认识你，自我介绍一下吧。对，你好，我叫建国啊，其实我真的名字是Robert 所以来到中国的时候，大家都叫我罗伯特，但是我觉得这个这个没有什么特色嘛，有点无聊，所以我开始教学的时候，我是通过红歌或者共产主义的什么文献来学习中文的，所以通过红歌来学习中文。红歌，你给我们能唱一点点听一下吗？可以，这要吗？好的，好，建国很容易 Q 啊，你问什么唱？终于革命终于等，爱到生命不忘本。你唱的不错，唱挺好的。等等，我要你们帮我科普一下，红歌是什么东西啊？就是那个和革命相关的共产党啊，革命那个红色的红歌曲的歌，对不对？红歌啊，所以有的单位啊，有的政府机关有时候会组织这种唱红歌的活动。对，像建国他们学校爱国歌曲这种爱国歌曲可以这样对，所以总的来说，他们是觉得这个挺搞笑的，所以他们给我起这个名字建国，因为就是开玩笑的嘛，觉得对，因为是这个名字是我爸爸妈妈那一代就是常起的名字，对，就是建国呀、国庆呀、解放呀都是名。对，那建国这个有没有中国的姓呢？有没有帮中国的姓啊？有是鹿，就是那个动物的鹿 ，deer。对，你的英文的姓是什么？英文的姓Riek。那没有鹿的声音，那和鹿没有关系。Riek 是一个挺罕见的一个姓吧，是苏格兰语的。那在苏格兰那边 ，Riek 就是红毛鹿的意思。所以你取了一个鹿，就是一个鹿有红毛，对。所以你的鹿是那个动物的鹿，对吗？对，动物的鹿，对，那是这样子。我第一次知道，鹿，我也第一次知道，因为上回建国的英文名字我看到我不会发音，这个怎么发 ？Robert， 不是他的姓他那个姓发音，没关系，连新西兰人都不知道怎么发音，对，一辈子都难受。对，建国一辈子都难受。你得先自我介绍，对吧？对，我们不能打电话的时候怎么办呢？人工客服的时候，他说你的姓，然后你说完，他们可以打出来吗？打不出来。对，跟我在西班牙一样，我说我姓王，然后没有人。王都打不出来吗？打不出来。因为王这个词在西班牙语根本不存在，所以对啊，他们打不出来。那是。建国，那你继续自我介绍吧。好的，所以我叫建国，我在中国6年了，但这是我第一次都没离开过，对吗？这6年，对，没有离开过，所以发生了很多事情。对，而且我在中国工作嘛，我是一个历史老师，世界历史的老师。我们当然对建国有一定的这个熟悉度啊，不过我对建国非常好奇的事情非常多，所以我今天想要彻底的了解建国这个人
啊。对，建国是可以的。对，建国我也很好奇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啊？茶叔绝对不八卦，不会问太多八卦，我就是了解你这个人啊。建国你是建国等着被你八卦，你这样把他的路给断了。八卦也可以，没关系，我老婆不在。可是他会看节目啊。明明刚才看到在后面。我看到了，对，建国你是在北岛还是南岛出生的？我是在南岛出生的，在一个叫做基督城的，就是南岛最有名的一个城市。最大的城市。南岛和北岛有什么大的区别吗？北岛的人口多，南岛的人口比较少，是这样子的。对，你们两个岛有互相的那个歧视啊，或者是就是歧视吗？有的，看不惯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嘛，就对我们，因为我们最大的城市，叫奥克兰，有可能你听说过，奥克兰是，对，他们的那边的人口比较大，所以他们有100万这样子，所以他们觉得就是在新西兰，对，新西兰的人口来讲，这个算大。比如说我现在住的这个小镇，我们的人口是应该4000，很少，4000，少，对，4000个人，对，比较少。真的是建国南岛跟北岛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个性、文化上有什么不同？其实我们对新西兰的了解没有很深。那北岛的人，我们都特别是住在奥克兰的人，我们都觉得他们很装逼啊！装逼，真的？对，对，因为不是说他们来自大城市，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大部分的新西兰人都是来自农村或者比较小的地方小镇嘛的地方嘛，所以我们觉得那些来自城市的人，特别是奥克兰大城市的感觉。那来自小地方的人会不会把去奥克兰生活当做他们的理想？就说我以后要去。也可以的，对，所以这个矛盾也存在。对。对，那就是其实相当于我们觉得北京人老装，北京、上海上海装逼，对，没那么高尚，对，差不多那种感觉。奥克兰就是我们的上海，是这样子的，明白。那我们的首都是，惠灵顿，惠灵顿是新西兰首都，北京，对。那惠灵顿人和奥克兰人他们就想要出国吗？去别的国家？他们有的，我们也存在这个传统，所以毕业大学的时候，我们的传统就是你出国1年多，我们叫它 OE， 就是 Overseas Experience， 国外的经验，对，大家都会选择去澳大利亚吗？还是去欧洲、美国？一般新西兰巴厘岛很对，很流行对，巴厘岛很多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澳洲，美国也会都有可能，也会。所以在新西兰大学毕业生第一件事情就是会去国外旅游，这是他们一定通常一定会做的事情，对不对？对，我也一样，我毕业大学之后工作了1年了，但是以后我觉得工作很无聊，我要出国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申请了一个法国的签证，然后去法国，在那边生活了1年多。1年多也蛮久的。你为什么在巴厘岛和法国中间选了法国？法国更洋气，好不好？洋气，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对法语挺感兴趣的，所以我开始学习法语，所以我也有这个动力。那个时候也有这个动力，然后学好法语之后，我觉得我准备好了，我去法国看一下。对。那你现在还会说法语吗？不会，忘光了。我们只有我们只有2个语言，第一个是英语，还有毛利语。
那建国，我想要听一下毛利语，请你用毛利语说几句话好不好？我想听听看毛利语。Kite mohio, kite korero maori。真的感觉有点来自像亚洲远古的语言呢，怎么？来自远古的语言。意思就是我会毛利语啊，就是这么简单。对，那个建国，你去完法国了，是不是下个目的地就是中国？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想过。那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去了中国，又学了中文，然后又娶了中国的老婆？这个变化也太大了吧？哇，对，有可能1个小时是不够的嘛？但是讲不完，没事，我们慢慢对，有说不完的话，慢慢听，我很喜欢听。我们拿点瓜子来，好的，等了。所以我从法国飞回来新西兰的时候，我是破产的，我没有钱，我也有一个美国的什么女朋友但是我家庭，我的家庭不接受他，一点都不接受他，所以这个比较尴尬的。为什么我带回来的女朋友他们不接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好像新西兰与外国父母不会那的么管孩子期间的文化有冲突，所以有冲突，所以你的女朋友怎么惹到你父母了？他有一点吵，没有尊重我妈妈。那正常的那种冲突嘛。对，我对这个也不太满意，就是所以那个时候有这个情况嘛，有这个情况，还有那个我没有钱的情况，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是通过几个网站发现些消息说，你可以去中国赚钱当英语老师。我们2个人都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一个临时的安排嘛，我们可以，我们暂时去中国赚些钱，然后我们可以开始安排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嘛。所以去中国一直以来是一个我们的安排，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很短的时间的。对，就是你当时和你那个美国的女朋友是2个一起安排来中国。就是中国应该比较有机会教英语的机会比较多，赚钱的机会了，那个签证比较容易，对，所以他在某个网站看到了一个广告说我们是一个在江西省，也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在江西比较偏僻的地方，叫玉山。对，没听过，确实一个偏僻的地方，真的很偏僻，我没有听过。对，因为大城市不好去嘛，小城市会容易一点。然后我们需要2个英语老师，没有学位也可以，没有经验也可以，就是我们很绝望，需要老师来讲这个。建国，我打岔一下，就是你跟你那时候的美国女朋友想要赚钱，所以你们就决定了去江西的一个小镇当英文老师。你当时跟你女朋友有这个决定，是不是也是因为想要脱离家庭？因为你父母不同意你们2个在一起，也有这个动力，对，要逃避，要逃避，对，也有这个。而且我在这里做工地工程的那种工作，我觉得也不太适合我，对，不太喜欢，很辛苦，而且赚的钱也不多吧，不太大，对，也不多。然后你也在法国见了世面，我觉得也不太想继续待在新西兰，是不是？对，而且我是从法国刚回来，我觉得新西兰外的生活比新西兰的精彩多了。对，可是你去江西的这个小的地方，也不是特别有意思吧？我不知道这个地方。不过我觉得我理解建国的心情，就是他那时候刚从法国回来，正好是破产的状况，没有钱。那他又不太适应新西兰的工作，
因为可能比较累，劳力的工作。对，他又想带着女朋友脱离家庭的那种可能有一点纷争，跟父母意见不合的状况，所以去中国江西是最好的选择。对，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解决掉，所以他就去逃避一下嘛。逃避虽然可耻，但很有用哦。但我觉得江西的这个地方应该会比较交通不方便，然后娱乐生活也很少吧，应该有很大的文化冲突吧？没有吗？这个我们让建国讲一下，就是你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对，我非常对江西水土不服。我吃了一道菜，非常辣，非常的辣。对，因为我觉得，对，而且我对中国没有什么了解，根本没有了解中国。对，所以我觉得中国菜就像那些新西兰话的中国菜，或是西式的中国菜，饺子、包子、面条。第一个印象就是我对中国菜很失望。太辣，都是面条。那个荔枝肉或者糖醋的那个味道哪里去了啊？对，没有炒面炒饭了。对，所以我是三天三夜都在那个马桶上拉肚子。就吃坏肚子，地板上都是呕吐物，哇，太可怕！这么严重啊！我一点都不开心。对，这么严重。建国，你跟你女朋友去嘛？那你拉了3天3夜嘛？那你女朋友，你的女朋友呢？是不是也水土不服？对，前女友，但是我前女友现在有老婆啊。前女友，好。不过所以建国到了江西，首先面对到的就是水土不服，饮食也不习惯。那我想你一开始对中国的印象就很差，然后应该也不喜欢，是不是这样？你怎么坚持了6年？后来为什么又喜欢了？对啊。对，所以我对中国，特别是对江西水土不服但是我默默开始适应那边的生活嘛。但是我前女友不是这样子的，她一直对这个生活越来越愤怒，对，不满意。但是我自己开始适应了，所以怎么办？而且那个时候，对，所以我们分手了。他说他要走了，就离开中国吗？他离开江西了吗？他走了吗？他没有离开中国，因为虽然他觉得条件那么差，但是我们赚的钱不错，所以他去了别的城市生活。别的地方也有这种教英语的工作。但是那他为什么不带着你一起？为什么就分手了，没有说一起？这个事件以前我们也去了厦门，生活了6个月，然后厦门之后待在福建省，去了福州。其实我们是在福州分手的。OK，所以然后1年2年之后这样子，我认识了我亲爱的老婆。你赶紧然后跳到新的篇章，赶快有亲爱的老婆。所以建国，这个亲爱的是什么？对，很重要，讽刺的吗？很重要，认真的，表示强调。建国，所以你跟你的前女友在江西当英文老师，建国已经想要切到下一个，后来又去了。他说要总结一下呢。对，后来就2人去了福建。对，然后在福建，可能彼此有彼此的想法了。然后生活模式可能也有点不同了，所以就分手了。那过了一阵子，你就认识了你亲爱的老婆。对，我也发现不但我的父母或者我的朋友或者不管是谁，好像我前女友不管是谁都不相处。相处都不好。对，总是吵架，跟别人吵架这样子，所以觉得得不偿失，很麻烦。没错，对，得不偿失。所以建国，你其实到了中国之后，就常常跟你的前女友吵架，
是吗？还有这一点就是他不让我学习中文的，我觉得这个挺奇怪。不让你学习中文。因为到这个时候我已经在中国2年了，连一句都不会说，我觉得这个不太行。我在中国待了这么久，但是我只会这个那个，谢谢，对，这样子。对，因为我特别爱学习语言，所以这个他事事阻止我的这个，对，很难受。对，其实我想问建国问一下，就是我想让你夸一下你的老婆，就你老婆跟你的前女友区别在哪？她为什么让你很喜欢你亲爱的老婆，而之前那个为什么会分手？你有没有想过原因？他们的性格上、行为处事上有什么区别？说出来就是听起来有一点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是觉得那个福州的文化跟新西兰的文化更近嘛，很像，可以啊，就不是很像，就是还是可以的，比那个美国文化的好。我同意，就是比较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就觉得福州那边的水土养育出来的姑娘，对，比较低调，就是不太吵，就是比较传统的。美国有一点对一惊一乍的那个感觉，懂分寸的，比如说懂分寸，懂分寸，对，这个我能感觉到福州和那个新西兰都比较平和的那种感觉，对吧？没有比较内敛，我觉得比较内敛，大的对起伏，就是好像我们2个国家就是跟别人必须有默契吗？所以听起来你也找不了东北女朋友，中国东北女孩你也找不了四川的女朋友。你看，幸好你找到福州，也找不到上海的女朋友，你刚好找不了北京的女朋友，运气太好了，去了福建。对，那建国我们就抛弃过去的回忆，把前女友抛弃了，不要再聊她了。那你跟你的现任不是你跟你现在的老婆，见面之后，你就对她有感觉了吗？你就爱上这个中国姑娘了吗？还是其实你们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才对彼此有感觉呢？那是这样子，因为我是在福州约会了几个不是几个美女嘛，但是对，他们你是想说几十个，然后我以为是跟老婆约会了几十次，我以为原来是跟几个美女约会过。没有那么渣，但是我老婆就是她的童年，她告诉我她童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很像我的，所以我能理解她。然后跟她，你跟你老婆的童年是怎么样的童年？关键是你们是相亲认识的，还是别人介绍你们认识的？认识的。我们是通过 Tinder 认识的天的，中国可以用吗？中国可以用吗？这个还有人用 Tinder 陌有中文版，其实我不知道全国的情况，但是在福州 Tinder 还是挺流行。那我下载一个。流行，对，可以的。所以建国你们是这样在 Tinder 里面，老婆不是前老婆，刷，就是比如说叫 Mary 好了，Mary 好，我们就约出来见面吧，就这样见面了。就是 match 就是配对成功。基本上 Tinder 有这么一个功能好点，就是优点，所有在 Tinder 上的那些美女就是要跟外国人约会吗？因为中国人有别的 APP， 比如说陌陌、谈谈这样子，所以如果他们是在 Tinder 上，他们能接受一个外国的男朋友。所以基本上建国一滑就 match 了，就配对了。可是中国女孩子应该很多想要跟外国男人约会的，应该蛮多的。如果用这个 APP 就肯定是有兴趣，我觉得。对，这个就是我要说。所以你就刷一刷，你就刷到你老婆，你们就约出来。他应该刷到很多，他不是好几个美女都有，好几个啦，最后几个的。那怎么办？你怎么就这种锁定我要跟这个女生出去。你是每个都聊了聊，就是因为童年啊，对不对？因为童年，但是我跟我老婆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喜欢你的美貌，
因为他的眉毛怎么讲，很浓很发达，我觉得挺性感的，挺性感的。我觉得这些眉毛我很喜欢，我要。他眉毛是粗的还是细的？细，浓啊，很浓的。浓，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建国很会撩，他知道。对。他不应该说这个，我觉得你的胸很漂亮或者屁股很漂亮，他直接说你的眼睛和眉毛很漂亮，这个是一下子能让女生有感觉不一样的细节，对，女生喜欢听眼睛啊这样的，对，确实是，对，笨叔果然有经验啊，我们等等，我们不能再插嘴了，我们让建国好好说他跟他老婆认识的过程。然后我们约会了几次，然后开始谈恋爱，是这样子的，慢慢的谈恋爱，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是住在彼此的公寓里面，然后对，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发展的挺快的，对，很自然，很自然。那怎么确定他是另一半呢？但是我约会过的美女嘛，没有那个很自然的感觉。为什么呢？什么是不自然的感觉？觉得很舒服，觉得很舒服，对不对？不自然的感觉，我可以当我自己，不用假装我是别人，或者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做你自己很舒服的关系。对，做我自己，对。你不用假装自己很 gentleman，其实不用说。对，在他身边，我觉得很舒服。这个也很重要。就脱了袜子扔到沙发上也可以。或者在他公寓里什么衣服都不用穿也没关系。或者拉肚子也不嫌你啊，拉得满地都是也没关系。那福州菜不辣啊，对，一般来说福建人不是吃辣的，他们对福建人不喜欢吃辣，一切就有道理了，突然。对，这是一个缘分吧，一个缘分。可是建国你怎么确定这是我的另一半？因为从谈恋爱到确定结婚，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点吧，一个程度，你觉得他是我的另一半？你怎么认定他是你未来的老婆？我们是一起克服了不少的难关。第一年挺辛苦的，我们就是有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我们是一起通过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挺靠谱的人，就是不单是一个可以当我的朋友，但是可以我一辈子都在我身边的人，成为伴侣的一个人。所以你经历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在中国？这个就是有一点 soulmate 的感觉，soulmate。对，肯定是这样子。对，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吗？在中国，签证的问题还是？也有。我从我福州的国际学校辞职了，所以我必须找个工作。但是福州国际学校不太好，工资低，而且工作条件也不好，就是不够，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那个情况不太好，所以我们是一起找工作的。然后他愿意跟我去宁波定居。对，你们后来是住在宁波的，对，我想起。就是对，所以我们是搬到宁波的。然后别忘，福州就是他的老家很远呐，对呀，宁波离福州很远。然后他的家人都在那边，然后就算是他的家乡，但是他还是愿意跟我一起去，所以我知道他这个就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他们是我们是一块儿的，对，对，那很感人，愿意为了你离开家乡，然后到宁波去找工作，所以你们就一块儿到了宁波，然后就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工作了，对不对？那是后几年的，应该是我觉得好的工作，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我觉得是建国先找到这个工作，然后他太太就是愿意牺牲跟他一起过去，就重新开始。对，应该是这样。所以建国，你的太太也在一样宁波的这个公司上班吗？跟你一样的？不是，他是平时在我家当主妇。当家庭主妇，照顾我们3只喵咪，还有1只狗。
对这只猫一只狗养了不过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上次聊的时候，我只有两只猫咪，但是我们在收养了又养了一只猫，还有另外收养一只它猫，还有一只们都是流浪狗、流浪猫、流浪猫，我们是在街上找到的，收养的，很棒，它们很可怜，对，但是我觉得建国的老婆不简单，因为他要离开，就是离乡背井嘛然后到宁波，然后又等于是照顾建国的生活，我觉得也蛮不容易的。对，就是真爱啦，感觉是真爱。OK， 那建国你们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对，建国你们后来谈恋爱，你的工作，你在宁波的工作其实后来也稳定了，对不对？那你一定就开始想了，这个女孩子这么好，我一定要跟她结婚，对不对？有这样的想法。那个过程是怎么样？比如说你在宁波工作了多久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怎么思考结婚这个问题？到了6个月的约会，6个月的关系，我已经开始想我想跟这个人结婚，所以你为什么会乡音跑出来？结婚？怎么突然有婚？怎么会有？不见口音啊！台湾才会有的。我的岳母就是这么讲的。对，结婚呢。我们这边也是结婚呐，我们也是。对，你们也说结婚？对啊，不是就是福建那边口音是这样，结婚。口音。然后呢？不打断，不打断。对，你打断了我，我聊到哪里啊？我跳到哪里啊？我们就是你和你的女朋友交往6个月之后，你觉得你准备结婚了？那个要结婚了。对，结婚。对，结婚了，对所以我一直在想，我想跟这个人结婚，然后我一直拖延到2年以后，然后我2年以后，我觉得这个我还没有实现这个项目嘛，这个跟我女朋友结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必须采取行动。对，所以我终于决定去福州做提亲。提亲怎么提亲呢？我都不知道，你教我吧。提亲，对啊，结婚前必须提亲，不提亲的话就是不太礼貌，也有可能那个对方的新西兰结婚要不要提亲？新西兰结婚要提亲？一般来说不用。一般来说，不用。那提亲这个意思就是你求对方的爸爸妈妈、父母求他们让他们给你他们的女儿。但是提亲之前你不先求婚吗？还是先提亲再求婚呢？我不知道这个流程。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一起讨论过结婚这个事情，但是我不要破坏这个仪式感。对啊，所以我没有告诉他你要去福州找他，你没有告诉他你要去提亲，对，所以我先你们讨论要结婚，然后你老婆的态度是怎么样？她也想要跟你结婚吗？对，没必要强迫她。她觉得我也想跟你结婚。对。其实建国其实我觉得挺难的，他作为一个外国人，这个过程不太难嘛。对，就是他已经给了我他的肯定。然后我听说过，因为我也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住在福州的好朋友，他是给我介绍一下这个提亲这个概念然后觉得真的吗？我真的必须这么做吗？我会觉得有点尴尬，而且我的中文不太好。我先插一句啊，灿叔提亲了吗？我先问问灿叔。这个重点灿叔有没有提过亲？就中国这边提亲是一般是父母，或者你家里的长辈跟你一起去上门的，要到女方的家里去，要说这个事情。当时是我伯伯和我爸妈一起去到我老婆家里
说了一下这个事情。你没去？我当然去了，我不知道要去呀。灿叔的叔叔伯伯带着灿叔去，还有爸爸妈妈一起去的，长辈。那你不错，你心里有底儿啊。那建国比较，对啊，建国就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对他必须一个人去，老婆家庭。对，我决定因为如果我老婆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没有意义嘛，这个算是提亲吗？有可能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失去那个仪式感，所以我是一个人去。当然，我的老婆知道我是去做那个提亲这个活动。我如果他知道了，我如果是你老婆，我会觉得哦，好勇敢，这个男人好勇敢。对，对呀，对我的小舅子，他也知道，他也喜欢我，所以他也要这个提亲的活动过得蛮顺利的，所以他也是培训我，给我些意见建议什么他的意见包括你要说你有多少钱，你要买房子啊，这个要买车子。没有啊，他们虽然福州挺传统的，可是他们的这个家庭本身不太传统嘛，很懂西方的习俗什么的，而且我老婆的外公也是在美国定居过，对，然后也有这个国外的经验，他们已经对国外的事情蛮熟悉了，所以那还好，那就没有那么严格。对，还好，所以没有那么严格。对，我岳母的想法挺简单，就是他一直跟我和老婆讲如果你们是一起过好日子，我就开心的。对，是这样的，就是这么简单。他没有什么必须有房有车什么的，他没有这种要求。这方面其实这样压力就少了。一般中国的去提亲都是要讲这个房子呀。你讲了吗，灿叔？那肯定得讲呀，当时你怎么讲啊？不是我怎么讲，不是就是长辈会说，那就是我们这边出房子的首付。然后呢，你们那边出车子啊什么的，这样的会说的就是长辈之间聊，你不会说对吧？让他们小辈不需要说，长辈说让长辈去沟通，谁付首付谁？因为正常来说，这个时候我也给岳母送他红包，不少红包。对，提亲的时候吗？这要提亲的时候你给他是吧？礼貌。对，你怎么说呀？你说妈给你个红包，还没改口呢就叫妈呀。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小舅子跟我问他小舅子不是他叫东东，我问他东东你觉得我的成功率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已经知道我的岳母会接受我，所以我不是我知道，就是我觉得我的成功率还好嘛，但是反正我也是问他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加强我的自信，保险一点，对。然后他突然给我讲，坚果你的成功率说不定我不知道，我知道姨妈就是福州话的妈妈你说是吧？像骂人似的。姨妈拒绝过好几个00的男朋友所以你的成功率我说不来哈，不敢保证。你小舅子玩你了是吧？他是开玩笑啦，开玩笑了，逗你玩。他不是开玩笑的，他很认真的跟我讲，我真的不知道你的成功率是多少。对。那这个以前我蛮有自信的，但是一听到这个我就变得非常的紧张，非常紧张。那我问一下你，就是你以前见过你女朋友的妈妈，你们俩相处怎么样？你们见过。你感觉相处怎么样？我们相处的还好，他对我像他自己的儿子一样好。那你已经知道了，其实已经知道了。对但是我的小舅子吓了我一跳。
哦，是中国是不是有一句话叫做丈母娘见女婿越看越喜欢，越看是这样说的？对，有。如果跟你相处的好呢，就没问题了，说明已经承认了。对，那建国就是你跟你的岳母关系没有问题嘛？然后岳父呢？岳父相处好？岳父不是不存在，但是他不是这个家庭的OK，我懂一部分了。所以你只要把他们离婚了，对这个表达方式很有意思，他也不是这个家庭一部分了。对，就是建国只要把岳母搞定就搞定了。对。好，那建国，我现在要请你。如果有岳父的话，我觉得我会伤脑筋，难一些，对，更难对。好，那建国，我在中国建国在中国有非常多像你这样的人，外国人想娶中国姑娘，他们可能也面临到要这个提亲的问题。那建国，我想请你分享一下，当初你是怎么跟你的岳母说明这件事情？你说了什么？对啊，你说了什么？让你的红包有多大？对，然后你的岳母放心的把她的女儿交到你手上，你是说了什么话感动了她？因为现在可能也有很多外国人在看这个视频，他们也想要提亲，想要娶个中国姑娘。你当时是怎么说的？对，有可能他们的经验不会像我这么简单的一个过程嘛。我非常幸运，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开始跟他讲说你知道我爱上了你女儿。他说那当然我知道停了一下。然后我想跟你女儿过了一辈子。对，这种的话也当时说了这么不流利，所以但是他适应了，他适应了我的中文水平，所以没关系，他听懂。对，但是他觉得这种话挺正常的，没有觉得什么对，里程碑的话开始了，所以他一直希望或者在给我翻的。对，就没有一个那么仪式的感觉。他是边听边对，没有什么仪式的感觉，所以他是边听我的说话边做别的事情，没有意识到我真的想表达的什么。对，就是建国的心在这儿，但是嗓子眼了。对，在嗓子眼，对，快要吐的感觉，然后说，总算我说了几句话是这样子说我想跟你的女儿结婚，你可以接受我吗？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他没听清楚，或者我说错了，或者什么，我不知道。就1分钟他没有反应，他可能想了一会儿得。有可能他在手机上看新闻短视频，心不在焉。然后我再说了一遍，然后他说那当然我知道了，没关系，你可以的。当然我们接受你，早就接受你了，所以早就接受你，都不用你说了。对，他给我留下的那个感觉就是你这么客气做提亲这个仪式嘛，那我当然接受你，所以这个让我很感动，非常的感动。其实这个还是在我手机上，因为我把这个录下来了。录下来了我默默的录下来了，我是用我的苹果手机按了录，然后放在左下，录下来了整个对话。对，那这个真的是个回忆耶是的。那你应该前面先说妈过来先坐下，我有话跟你说。可能你直接说，可能他没以为是一个没有，因为这个现场建国一定很紧张。对，然后呢，又不是自己的母语，又不晓得岳母会有什么反应，所以当时的状况绝对是建国自己也心里很忐忑，很七上八下的。那说出来了，岳母终于肯定他了，那当时建国的心情一定是很开心嘛，松了一口气。结婚要花很多钱，以后可能也要有房子，现实问题嘛。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结婚的时候，会花很多钱，然后有很多安排，然后到底你们要继续住在宁波，还是想要回来福州住？你会不会去想这些问题？现在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办那个典礼，我们就是签那个那个登记了，拿了证，领了证。我们登记了，你不要说合同，那个结婚证嘛。领了结婚证，但是结婚证对，签了结婚证，但是没办婚礼。其实我们要在新西兰办那个典礼，邀请我岳父、小舅子什么的。是这次吗？是这次吗？这次吗？不是，下次。下次啊。现在就是他第一次来看我父母就是我们最后的那个对，最后的认识的一部分。对，当然明白，也算是仪式了，不能刚认识就第二天办婚礼，对啊。那我好奇，就你爸爸妈妈对你这个老婆的印象怎么样？他们相处怎么样？跟我前女友的相反，他们非常开心，他们把我拉到一边说你的老婆这么好哇，你娶了一个非常好的女人，她非常好，她说英语说的很棒，而且她很甜蜜，我们也爱上了她，所以他们也是完全接受她。太好了。这样他说英语说的很棒，他说英语说的比你前女友还棒。不是，还好你的那个前女友不会说中文的，听不懂我们。那我懂，就是建国的父母亲是非常喜欢这个中国小姑娘的。好，对。可是建国你6年没回家，等于说你6年没有看到你的父母了，对吧？我妈妈和2个妹妹没有6年没有看到，但是我弟弟和我爸爸去了中国2018年来看我，对。那也不2018年也很远了。对啊，很远了，18年。对，但是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回过家？这个我不太疫情主要的原因就是疫情，对，没有很特别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讨厌我自己的国家或者什么的，就是因为疫情很不方便嘛，疫情。我们这一年刚放开那个疫情的管控放开了，对。那建国你回来之后，感觉家乡有什么样的变化吗？你看到新西兰，你跟你以前的新西兰有很大的反差吗？有的好，有的好，有的坏。坏的是我突然发现了新西兰有这么多胖子，我觉得1/3的人都是胖墩墩的，太大了。我靠，没有看过这么胖的人。在中国有胖子，但是比较少，不可能那么比较少嘛。但是新西兰1/3的人，可是新西兰不是那种室外的地方，大自然的东西特别多，应该户外活动应该比较流行吧？对，但是这个都是给游客的什么？所以新西兰人都在家里吃东西、看电视。对，就是在家里吃麦当劳或者什么的，我不知道，但是他们都很胖。但是说到那个风景的这个，我发现了，其实这个现象很奇怪，就是我发现了，就是新西兰的风景，不但很美，而且颜色更强烈，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没有雾霾吗？更鲜艳颜色？对，应该没有雾霾，也肯定是这个的一个部分，但是我那个草就是很绿，我看过那个，对，它那个就是大片大片的这个草场，一大片大片才形成这么一个状态。中国没有这种地理，所以不一样。人口也少，他们那边人口也少，应该绿化应该做得更好。我觉得是的，就是其实新西兰都是非常美丽的大自然的风景，然后而且有的很壮观，然后比较没有受到人工的破坏啊，所以其实我知道建国说的就是，好的部分就是这个大自然的风景可能比中国或者说在比宁波那边的更好看吧。
我也不知道，因为你在中国你也可以去没有雾霾的地方，没有雾霾的地方也挺多的。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感觉不一样，你这个东西很奇怪，你看那些中国的这些风景的视频啊，人文视频，你一看就能看出是中国，很奇怪。新西兰一看就能看出它有自己的特色。你虽然可能在中国的时候你忘了，但你回到新西兰，你就能感觉出来，是说不清楚的那种感觉。对，但你因为一看就能知道那种状态，是不一样。对。所以建国如果让你回新西兰生活，你能适应吗？还是你已经更适应中国的生活？也像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现在有一点水土不服的感觉，但是我慢慢的适应。对，真的。那这个建国，你这一次回新西兰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老婆介绍给家人嘛，对不对？是的，对。你们打算在新西兰待？但是这段留着吧。那建国，你们这次会在新西兰待多久呢？待1个月吧，1个月这样。蛮久的。所以我们是8月12号回中国来。避暑来了，你这。对啊，就避暑嘛，比较没那么热。应该8月底开始工作。对，暑假的时候。暑假，对，现在是暑假。那这个建国在中国找到了这个伴侣了啊，那我想问一下建国，我们都没有问过你了啊，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呢？比如说你会继续在宁波生活，还是搬到福州？我以为茶叔要问孩子了。孩子也，你全是说伴侣，对，然后孩子也要，孩子也要。理想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赚足够的钱，然后搬回福州去，生2个孩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生活在中国。不是福州嘛，就是福州呀，跟丈母娘一起住嘛。最理想的状况，我们最理想的状况就是6个月在中国，6个月在新西兰。对。OK， 然后建国如果最理想的状况了啊，就是2个小孩，一男一女，2个孩子恰恰好嘛。然后呢？有没有可能你们是考虑跟丈母娘一起住，还是住在丈母娘家附近就好了？我们随便，我们讨论过跟岳母一起住的。所以不排斥，对不对？也喜欢跟丈母娘住。对。这个没问题。没问题。建国性格特别好，我觉得对，特别好相处。因为可能是。建国说，最理想的状况是半年住在中国，半年住在新西兰。蛮有意思的呀。那这其实建国的家庭观念还挺强的，对吧？你其实也想，比如说想有半年能回家陪自己的父母，离父母比较近，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你说半年新西兰的话，主要是陪父母吗？还是说你也有其他的？都有，特别是如果有孩子的话，不要他们是去新西兰的文化或者福州中国的文化，不要他们都偏一个方面，或者对一点对，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要他们可以享受双方文化两边这些文化的两边，所以他们可以变成一个很全面的。对，孩子。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问建国，你在中国生活了6年，你对中国的印象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范围太大，一定说很好的方面，就是你肯定有一个理由吧，一直生活在那儿，除了这个太太以外，就是除了太太以外，我住在中国的理由就是继续学习中文的，我还是对我自己的水平不太满意，所以要提高，慢慢的学，变成一个更流利的学习韩语者，就是这么简单。那你在中国的生活已经完全适应了吗？饮食啊各方面，对，还有中国有很多人呢，对啊，这所有东西你都已经适应了。
除了榴莲之外，我除了榴莲之外，榴莲跟中国没关系吧？对呀，建国那生活在中国跟在别的国家有什么不一样？毕竟你也在法国、欧洲其他国家，还有对啊，还有这个新西兰生活过，你觉得生活在中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其实中国的生活挺方便的，有外卖，有支付宝，什么都可以点，对啊，什么都可以点，可以，对，而且那个顺丰包裹，所有这些的服务都挺方便的，让你的生活非常容易，但是你也没有变成胖子，这么方便，没有啊，外卖送到家，因为外卖送到家，对，因为一个星期，我觉得一个星期我会吃2顿麦当劳，一个星期5天去健身房，所以有可能我都是燃烧那个麦当劳的菜的热量，对，收获不太大。建国，我其实是对你个人会好奇一点，你觉得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到底觉得自己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因为我觉得我是变色龙。对，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的强，你觉得你是怎么样个性的人？然后为什么变色龙？对，为什么你觉得你是可能有不同性格吗？还是怎么样？对，为什么你是觉得自己是变色龙？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是他最近的5个朋友组成的，就是他们的性格，你的性格就是离你最近的人5个人的平均值，离你最近的5个人的平均值，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是变色龙，就是说我在什么环境，我就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很容易去适应陌生的地方、陌生的环境，对，可以这么说吗？我是不是算是一个比较包容？对啊，包容性高，包容性很强的人，包容性高，然后也因为适应能力强，适应能力很强，主要适应能力强啊，愿意去适应、去改变，去改变自己，对，适应能力强，学到老，活到老啊，对。如果你对这个世界或者这个生活很好奇，要学习很多不同的东西嘛，你从不无聊，你可以慢慢的适应任何的地方，都有地方可以从那边可以学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建国一直在参加我们的小鲜肉，然后你觉得小鲜肉有帮助你这个聚会每周末的聚会？好巧妙的转换，有啊，有没有帮助你提高帮助一个不太自律的人提高了中文水平吗？对，这个小鲜肉绝对可以让建国这样的人自律，因为每周日都一定要上课。我可以这么讲，就是我本身我自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就是我希望跟别人聊聊天，但是我觉得不会自己去找，对吧？对，不会自己去找。如果别人开始跟我聊天的，我很乐意跟他们讲，而且我很喜欢，但是我有一点害羞，对，我不可以就是向别人开始讨论某个问题，对，主动去明白这个开始讲，完全理解，因为我也是内向。为了学中文的时候，我觉得我碰到了些什么困难嘛？因为为了加强你的口语水平嘛，你必须多讲，多说话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开始说话的这一初步，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要迈出这第一步。所以小鲜肉这个课程，这个节目，这个什么活动，你们安排的那个很棒的活动，就是帮我很多，因为让我强迫我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是有主题的，对吧？对，有主题的，而且我觉得建国在课程里面他会很努力的想要表达自己的经验经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啦，
小鲜肉这种东西，就是我不会在意你们的中文水平，我在意的是你们分享出你们的生活经历。所以建国在在乎的是八卦，卦。对，建国每一次在上课都会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很完整的表达出来，然后会让我们有时候让我们很惊奇，怎么会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对啊，这个在山上的故事，喝尿的故事，对，对，很好。而且你们有兴趣的同学，我们可以把链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建国这广告帮我们打得不错啊，欢迎，所以大家要加入我们的3级会员。你们也创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气氛，就是一个很放松、好朋友的感觉，对，放松的，不是我们说什么话不会被批评，都是有一点点，你可以把我们的话改过来，或者给我们一些意见，但是不会不会打断你们啦，就是我们会也不会说建国你这说错了，重新说一遍，不会对啊，不会这样，我们会写在聊天框里。但是这个我觉得我也需要嘛，就是对为了加强我的语法感，这样子语感，这个方面我也需要，但是我觉得我必须专门去雇佣一个中文老师，中文口语老师，帮我提高这个。就是你老婆啦，你就找你老婆就好了。我老婆太变态了，但是她说不是那种变态，不是那种变态，不是太严格了是吗？日本的那个变态就是太严格。如果他给我讲一次，他的期望就是我给你讲一次你就要会啊，明白，没有耐性了，比较没有。所以如果他给我讲，然后我忘了他没有耐心，不耐烦，没有耐心，他就去撸猫了，他不理你了，对不对？没关系，你跟我们聊完之后，可以用学到的词去跟他试一试，对啊，好 ，OK， 没问题。我觉得建国很可爱哦，今天建国分享了这个新西兰的东西，还有他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建国在中国的过程真的是一个奇幻旅程，很奇妙。然后我觉得，当然他也遇到很多贵人。我觉得建国就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人生真的要遇到很多贵人。贵人会帮助你，比如说建国是一个比较不那么自律的人，但是呢，有朋友在，他可以跟朋友一起健身，然后遇到了小舅子，小舅子就告诉他怎么样去提亲。然后我觉得建国在中国的旅程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我觉得蛮好玩的耶，很多可能在中国的外国人听到这一集，他们也会觉得蛮有趣的，会觉得很有意思。希望如此。对，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跟建国呢聊到这儿，非常有意思，我们更了解了这个建国了啊。下次，对耶，我们这个建国以后。等到建国有小孩的时候再来访问他好了。不等那么久了，我觉得跟建国聊天总是很轻松，可以没完没了的聊下去。跟建国聊天真的就好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很开心。哇，很荣幸，谢谢。真的，建国有很多故事啊，像下次还可以采访他黑帮的那个故事啊，等等。没问题。其实还有一句话就是。今晚的这个对话真的有成就感，因为我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我一直在看这种的博客，我觉得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参加这么一个节目或者采访这样子，所以建国真的对我来说是你很厉害，因为一般我邀请一些嘉宾都会说给我一些问题让我准备一下，你今天来跟我们聊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你没有提前说那个给我一些问题，等于说你今天都是就是随机的临时的反应，对，所以这个很棒，特别棒，对，没问题。而且我们真的和建国已经认识了好久的感觉了，真的认识好久了，真是。对，发现建国表达能力越来越好了，对。而且建国会让人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就是跟他聊天完全没有压力。然后你也愿意把心里的话告诉他，对，就是说，如果建国住在你家附近，然后你有心事了，你会想去找他聊天，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快乐这样子。对，建国是一个很开得起玩笑的人，因为我们大叔就是爱开玩笑。
建国开完什么都能接住。对，有时候小鲜肉的课上完之后，我就会想说，我刚刚讲那句话开玩笑的，建国会不会在意？我发现他好像也 OK， 不会的，建国尺度很大，他比我们尺度还大，好吧？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像建国这样的人，会让人很放心、很舒服。如果我有什么心事，我也会想要告诉这样的人，我会觉得我会很信任他，是一个当朋友是个很好的朋友。对，这种感觉。好，我们放建国去睡觉吧，他好像凌晨了，对吧？哦，对，凌晨1点这样子。哇，凌晨1点你还可以讲这么好中文，那你非常好，而且精神还很好呢。对。好，那建国今天特别谢谢你啊，我们有机会再多邀请你来聊聊生活的事情。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我们跟观众说再见，拜拜。好的，再见，拜拜。好。